你知道世界上充满了糟糕的事情，可是你还是觉得拿它来开玩笑比较划算。已经那么倒霉了，已经踩到狗的大便了，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已经被女朋友给甩了，然后还不拿来开一个玩笑，太不划算了。所以这个划算的概念就是我受伤了，我得要找回一个笑声才行。幽默不是一个必需品，可是幽默是一个很棒的，让你面对生命的悲惨的时候会更豁达跟更有智慧的过程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，又是康永哥。嗨，大家好 ，Evelyn 好。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，幽默的人是不是真的比较吃香？我觉得讲这个话之前，我们得先核对一下我们对幽默的想法。就是你有觉得自己幽默吗？有。在哪方面？就有的时候我只是很平常的讲一些话，旁边人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是在学校就在学校自己发生的？对，不是练习来的。幽默有的练习吗？很好的问题啊，就是有拿出笔记本抄过笑话吗？没有。抄笑话这个行为，我一直在想说是一个有点令人感动的事情，就是他很想要变有趣，他有这个志气跟意愿，他要收集笑话，然后变成班上有趣的人。曾经真的只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的我想要当 stand-up comedian， 单人脱口秀。因此我看了一个书，因为脱口秀它不是就是很简单，对话过程插个几句话，它是从头到尾的很缜密的一个剧本。对，我就看了一个什么喜剧大师的13堂课还是什么，我还想说哇，有人在研究讲笑话这件事情是这么有用 formula 这样子，有系统的在整理这个知识。对，那个是表演，那个不是我们讲的生活中的幽默，那个是他们的专业。很多人都误以为他们那么好笑是自然散发气质，可是他们经过无数的演练。他们自己都知道，同样一个笑话，只要今天讲的节奏慢了1秒钟，就会不好笑了。你知道紧张跟幽默是相反的2件事情，所以你一表现得很紧张，你就不会再幽默了。幽默一定是放松的。但我很好奇，这些人的私生活是怎么样？不开心啊！我读了很多西方的那个成功的脱口秀艺人的那个自己的传记，都其实烦恼了很多啦。会搞笑是一件事，可是私底下过得压力极大，或者是很不快乐也是有的。我们现在并不是讨论那些以上台讲笑话、搞笑为职业的人，而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那个幽默的话，最简单的就是放开自己。很多人都会讲说你会开自己玩笑，你就是一个放松的人。大部分的人让人家紧张，就是因为他不开自己玩笑，他身上有很多紧绷的点，就是你只要稍微讲到一个他的地雷，他就不行了的那一种人。那种人他自己也很累，旁边的人也很累，他再怎么抄网络上面找到的玩笑都没有用，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。我觉得幽默感的来源其实是你知道生活很悲惨，你知道世界上充满了糟糕的事情，可是你还是觉得拿它来开玩笑比较划算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拿它来笑一下，那损失不是更大吗？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已经那么倒霉了，已经踩到狗的大便了，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已经被女朋友给甩了，然后还不拿来开一个玩笑，太不划算了。所以这个划算的概念就是我受伤了，我得要找回一个笑声才行。康永哥真的是很喜欢悲剧的人欸，你是不是在看喜剧的时候都要硬翻出来，后面一定有一些很惨的事情？不是硬翻哦，一定没有惨事是不构成喜剧的啦。我访问那么多人到现在，我终于很确定，就是没有一个家庭长得像他们表面那个样子。他不至于说一定要千疮百孔，可是他一定有很难受的事。就是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做小学生就算了。所以他一定有办法度过那个他觉得重到不可负荷的事情，而他却能够举重若轻的度过了。所以那个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方法，我知道不幽默的人也有度过的方法。幽默不是一个必需品，可是幽默是一个很棒的，让你面对生命的悲惨的时候会更豁达跟更有智慧的过程。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是悲剧，但是你要是还笑得出来，那日子还过得下去。对于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很幽默、会讲错话的人，康永哥觉得他们必须要去学习怎么样幽默吗？我觉得刚好是倒过来，就把培养幽默感当成是你的学习的过程就好，不要把幽默感当成是目标。你想要变幽默，你一定会学一些东西，你就会发现，即使你没有变幽默，可
可是你变得比较棒。我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在10680这个空间展，我买过电影海报，然后当中有一个电影叫 MIB 星际战警，你有印象吗？有，我从10几岁看到20几岁，到现在它已经变成老电影了。是MIB 星际战警是那种我到现在看都还觉得它好像是昨天拍的一样，就觉得它好新。会买这张电影海报是因为它有一个画面是我非常爱，就是威尔史密斯演的这个年轻警探呢，发现了一个地球人的尸体里面藏了另外一个外星人，然后这个验尸官呢把手伸到那个尸体里面去掏的时候，就非常的惊讶，说他肚子里面没有内脏。他就跟那个威尔史密斯说：“你掏掏看，就是里面没有内脏。”可是威尔史密斯被这个女的验尸官给电到了，她太美了，就他觉得她没有魅力，然后他就手伸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两个就等于有一种在一个尸体面前搞暧昧的那个画面。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很代表这部电影，就是他没有觉得什么不可以冒犯的，就是什么都可以开玩笑。所以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啊，又是一个很不重要的画面，不会有人把它做成海报。所以当我发现说哦，有一个剧照师很在乎这件事情，把它挑出来做成了一张小海报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把它买下来。然后我就想说，MIB 星际战警这个电影，当然我是会跟大家推荐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。我觉得他被低估了。然后呢，威尔史密斯演的这个年轻警探，为什么能够被选入这个这么棒的组织，就是黑衣人的组织里面？他那个考试的戏是我这次想提到 MIB 星际战警的原因，就是每个人都得到一张软软的纸跟一支铅笔，所有那些很威武的、看起来力大无穷的、强壮的那些警官，各地选来的优秀警官们，都站在那边，拿着那一张软软的纸，然后拿着这支铅笔，就一直戳破洞，就是写不好那个答案。然后他就觉得太可笑了，他就看到明明角落有一个茶几，然后他就把那茶几拖过来，可是那茶几不知道怎么搞，就是很重，所以拖过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老师用手指甲刮过黑板那样声音，就这样把他拉过来，然后全部人都瞪他，然后他一个人就大拉拉的就把那个纸铺好在茶几上，然后用铅笔写，然后那个眼神就跟别人讲说，这样不是好写多了吗？别的警官看到长官就 yes sir yes sir yes sir， 每个敬礼都敬得很用力，就是有点好笑。他这边模仿他们说 yes sir， 但觉得自己很幽默，然后别人都瞪他。第一个，他没有那么怕权威，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开一下玩笑，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了。第二个是我刚刚讲的，学幽默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你观察细微。然后日文里面说叫做读空气 ，party 里面常碰到有人会说我知道那个笑话，然后就把别人的笑话破梗破掉了，就有这种人嘛。所以读空气的人会知道说，你不用急着表现，然后你一个晚上呢60分钟里面你只表现了5秒钟也没问题，只要那5秒钟是好的，别人就会对你留下好的印象。所以放松，上台致辞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好紧张哦，这些都不会有任何帮助。长官们听到一个员工说我好紧张哦，他该怎么办？他要立刻颁奖给你吗？还是立刻就抱着你哭说那就不要报告了？不行嘛。所以那个放松感不是说表现的吊儿郎当说哎呦我管他的，而是放松的看待你自己很紧张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会紧张，可是这是应该的，因为就是很可怕，然后就自己想一个表现出来的可笑的行为，今天出门的时候鞋子穿错什么都没有问题，嘲笑自己，然后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，是一个很多缺点的人，是一个很弱的人，然后以这样子的立场上台去报告，不要试图解释说我现在很紧张是不正常的，我现在很紧张是不符合我平常的表现的，我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只是我现在很紧张而已。你光在想这些事情，就表示你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紧张的人，你就不会幽默，因为别人被你搞得很紧张。那些不幽默的人是不是真的都太认真了？太认真，然后可是并不表示幽默人不认真哦。就你看 MIB 星际战警，威尔史密斯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他调查案子调查比所有人都认真，所以很多人是把严肃跟认真混为一谈。英文有一个叫做 Don'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，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好像你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。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别人是冲着我来的，比方说你上台报告的时候，你会误以为别人是冲着你来的，不是，别人是冲着听报告来的。
你把报告给做好了，他们可能被你报告了15分钟完，都没有知道是谁做这个报告，他们需要是里面的数据，需要里面的田野调查，而不是需要你。所以如果一直担心的是我，然后我今天要上台了，我今天要做15分钟的报告，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一方面你误会了这个任务，一方面你也给自己平添了并不应该存在的压力。所以你没有把你自己看得太重，我没有把我自己看得太重的时候，我们聊天就比较放松。我们刚刚讲这个幽默的事情呢，我觉得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的同时，你要有你真正在乎的事情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你不能变成一个散漫的毫无焦点的人。你之所以把心力省下来，他们说很多企业家都每天都穿同样一套衣服，因为他们想要把挑衣服的时间给省下来。那些人肯定是有把时间省下来做更值得做的事情。幽默的人放松了以后，他要把焦点聚集在某个他在乎的事情上，然后把那个事情做好了，他就会变成一个不但幽默，而且别人会懂说，哦，这个人还是蛮厉害的。就跟 NIB 星际战警的威尔史密斯，他虽然吊儿郎当，可是他把事情给做好。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开玩笑，事情却做得乱七八糟的话，那别人当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幽默的人，他觉得你是一个没重点的人啊。胡闹跟态度轻松的在工作上面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很多严肃的人其实工作做得很烂啊，千万不要把认真跟严肃混为一谈。我看到那些板着面孔的人就交出来的东西一点都不专业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你还不如笑一笑呢，因为你笑一笑，起码我还看得到笑容。你现在这样板着脸就端出来的东西这么不像样子，那你就是一个讨厌鬼而已，什么都不是啊。这个幽默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我怎么看都觉得，就算我们后来学不成，我觉得光是学会读空气就已经很棒了。就是你自己讲话不有趣，你不要破坏人家的梗。对，然后你不要急着被认可，你不要急着很担心说我有没有被忽略。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，就是生日聚会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送礼物来嘛，然后一定会有一种朋友是他带来那个礼物的时候是逼你当面拆，就你现在就拆，你现在就拆，然后你一定会喜欢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其实很可能那个礼物真的很棒，然后这种事情也不一定永远是灾难，有时候并不是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这样做的话，不用担心，有可能你做的是对的。就是有人真的现场就拆开，然后就得到了莫大的惊喜，是有这种状况。可是也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你那个人就觉得自己费尽心力挑了一个好礼物，然后就逼着人家说你快拆，你现在就拆，然后就拆开就好。比方说是一件 T 恤，啊你穿，你现在就穿，穿上，然后就你看是不是很棒，是不是对对对。就是有这种很急迫的人要证明说我来了，我费力了，我把你当朋友，然后我认真的选了礼物，你给我好好的记下这件事情。你是花了2个小时挑东西，然后你也量了他的身材，你也选了对的肤色，什么都对了，然后找到了好东西。可是同时有另外15个客人的礼物放在那边，然后他得搁下面对别的客人去面对你这个礼物，然后好好的看，然后要不断的赞美，另外15个客人也要同时赞美，说好棒啊什么的，就是他才放心。那这就很紧张嘛。这个紧张带来的后果，并不是别人会觉得说这个人挑礼物好棒哦，这个紧张带来的后果，通常是别人会吓到说哇，他就是觉得自己很重要，他的时间得放在别人的时间的前面。然后这个冒的险就是，其实你的东西不一定经得起这个考验。就如果你的东西真的很棒，别人会收到的，不用急迫到让人家立刻认知你的存在。我觉得这个是放松的看待自己。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开自己玩笑很悲惨的话，就开看。然后真的受伤的话，其实不是要检讨说我怎么忍心开我自己这种玩笑，而是可以检讨的是我怎么那么容易受伤。我觉得还有看事情的角度，如果你有办法幽默一点看的话，你看的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就是为什么 NIB 星际战警是一个好电影，就是因为人很渺小，就发现说我只不过是银河中的一个星球上活的物种而已。我就不懂为什么人发现自己很渺小的时候要悲叹。我觉得你应该庆幸，就是渺小很棒啊，就是地球没有扛在你的肩膀上。你去面对大山大水，然后觉得很渺小，很多人是感叹说啊，生命好脆弱，人好渺小。可是你不会同时感觉到大松一口气吗？就是哦，我们很渺小我们不用扛那么多事情。这个是你刚刚讲的，找到一个角度以后，
你就会觉得这玩笑为什么不能开呢？就是所有你此刻觉得过不去的事情，3年后看都觉得原来如此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我发现很多人现在很容易忍受自己受伤害。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很多人就抱怨说你怎么那么会情绪勒索？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态度可能是你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勒索？怎么动不动别人就会勒索到你呢？这个东西，如果你今天养成说 no， 你勒索不到我，这样就想勒索我吗？这样做不到哦。你要变成这样的人，你就不会老是觉得别人在勒索你。你就算察觉到别人勒索你，你也不会被勒索到。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对你自己有帮助的实际的做法，就是不要变成一个那么容易被勒索到的人。我认为如果你常常脱口而出说哦，我要被情绪勒索，那你可以感觉一下说，那我不要被勒索可不可以？我知道离婚有一些很不愉快，一定会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，可是开自己玩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面对那个不愉快，然后那个不愉快是练习。哦，我提早体会到了一个我本来应该3个月以后才会体会到的轻松的感觉。我预知了这个快乐，你可能要过3个月才会感觉到自由自在，可是你提早感觉到自由自在了。所以把自己拎开现场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。我最近看了一个动画，那个男主角呢，他动不动就说我现在必须俯瞰我自己，他只讲这句话而已，然后就他就到自己头上，不是真的物理上到自己头上，对对对，他就是想象上去了，然后他这个站在地面上的自己就变成了一般人，然后他就在上面看说原来这家伙是想要勾引他，然后他想要怎么样，这样他就比较有能力跳。其实他没有能力离开自己，可他就想象把自己拎出来，这个超厉害，这个是我永远都会崇拜跟鼓励的能力。这个是我在咨商室里面咨商师教我的技巧。他说要我必须要跳出来，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全部的关系，会跟我现在坐在这边看完全不一样。你也不用飞很高，你就跳到自己肩膀上就行了。你稍微脱离这个角度，把自己置身事外，你开自己玩笑的时候，你只要想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你一定很想要开玩笑，那个人可以被开，你就可以被开这个玩笑。我现在在看这些就是评论的时候，骂我的评论，我觉得真的需要一点幽默感。他会跟旁边人说，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有在用心，他看完了全部的东西，他有在分析解释的。然后像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不够酸，他要再加油。对，而且真的他就是很在乎你才会看那么细啊。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带上幽默的这一层滤镜去看，就是怎么会这样子讲？我认为幽默这个东西，我为什么很鼓励它，是因为它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得比较聪明。你刚刚讲这些训练，全部都是一个人变得比较聪明的过程，就是换一个角度想事情，把它想象发生在别人的身上。然后能够承担别人对自己的责备跟嘲笑，这些都会变厉害变聪明，因为你就是会被逼着找到更多去想的角度，然后那个角度是可以拿来解决问题用的。很多问题解决不了，是因为你就坚持用这个角度去解决。你如果变得比较幽默的过程，最后并没有变成一个很幽默的人，可是你练习了，你会发现非常棒的，就是比方说很多问题，我认为根本就你绕过去就好了。我真的很不赞成问题都要被解决。你走在路上遇到一块石头，你怎么会要把它劈开呢？你就绕过去啊。那为什么你在人生中遇到问题一定要解决它呢？就是绕过去。然后我也根本不同意说我们遇到这个人怎么样的，我们要原谅他，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要感谢他，我觉得都不用，就是他们不相干就过去。遇到了神经病就绕过去，然后遇到了带给你灾难的人就绕过去，而不是要花力气说我和解，我原谅你，然后我找到一个角度去感谢你，你让我变得更坚强，都不用，就是你就是没力气花在这种事情上面，就要好遇到一坨大便就绕过去，而不是分析它说我变得更能够闻臭味了，就不是这种事情嘛。人家打了你左脸就赶快逃开，不要让他打到你的右脸。对，或者你防卫，或者你反击都可以，可是不是这种相怨的说我感谢所有让我受苦的人，就没有这件事。你就是好好的遇到问题判断能不能解决， A 角度不能解决， B 角度可不可以，都不行那就绕过去，然后不解决会怎么样吗？如果不会怎么样就不要解决它。我觉得幽默感它一方面有这种你会练达人情练达，你会看得比较透彻，然后你会找到比较多角度，然后这些练习之后
依然没有人称赞说哦你很幽默，没关系，你已经练习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助你度过悲惨的人生。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训练。哇，康永哥竟然把幽默感、谈幽默感这件事情变成人生的一个工具，遇到问题的解答，你就是过日子嘛，没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这么认真。那康永哥也说，不代表说哦你就可以随便乱工作，而是你做你觉得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认真，剩下的事情就以轻松的态度去看它，你也不要想要去耍幽默。当你在文章第一句写我要立志成为一个很幽默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一点都不幽默了。你没什么损失的，你就是练习多了，你就会了解哦，我没那么重要，我也跟别人一样是一个人。然后，可是你换到了一个是别人觉得跟你相处好放松，这个是很珍贵的事情。而且你要学会自嘲，你真的必须要从上面俯瞰自己，你才有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笑自己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在留言分享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